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布魯克傳奇版的這款 TFP 的擎天柱，也算是拼完了。其實這個過程並不複雜，雖然零件很多，但是布魯克的板件上面都是那種按壓式的水口，你甚至用不到水口鉗子，直接掰下来就很乾淨了。傳奇版都會帶這種竖條的人物卡，拼完以後整體的尺寸也不小，在20多公分，甚至是要比曾經的 V 級別都要大上不少的。拼完之後自带了一個支架的地台，靠上面的夾子夾住腰部固定。地台前方這裡的名牌也是這款的噱頭之一，胸甲這裡打開，把這個尖兒折下來，然後裡邊的這一層再撥開，根部這裡是一個抽拉的滑槽，把它掰起來拉出，下方這裡再打開，一共5片胸甲，展開以後裡邊是領導模塊倉，非常的漂亮。掏出来，地台上剛才這個名牌中間這裡是有磁鐵的，我们可以跟後背這裡吸一下，就可以點亮胸口的領導模塊倉。哇，透出來的光還是非常漂亮的，金銀的分色，雕琢刻畫很細節。裡邊的紋理刻畫也是不錯的，而且有7個出光口，同時還可以點亮眼睛。在組裝的過程中，你可以發現脖子這裡是一個透光的透明組件，連通到眼睛上方來，哇，非常棒。再吸一下就可以变成这种呼吸灯的模式，眼睛这里也是閃爍的光芒，忽明忽暗，哇，好看。雖然眼睛很小啊，但是完全可以透出光來，肉眼看起來很明顯。胸甲還有一個替換的零件來展示不同的色度啊，這個應該是賽星時候當圖書管理員，哎，這個是地球形態的，就深色一些的玻璃。同樣肩甲也有汽車人和霸天虎的 logo 替換。這個當時當圖書管理員效力威震天的時候啊，還是奧利安的時代，換成這個頭雕的造型做得非常不錯。這個頭雕你在組裝的過程中是好幾層包上去的，包裹出來的效果非常的棒。360度的旋轉，點頭抬頭，脖子這裡其實是2段關節，內部這裡也有不錯的刻畫細節，而且口罩是可以摘下來的。拔除之後就是 TFP 式的那種沒有鼻子的臉，很還原，樣子真漂亮。附帶2張表情替換，可以按需求進行更換。自然不涉及到變形啊，所以還原度方面做得非常的棒。尤其背後這裡乾乾淨淨、很整潔的後背，上邊的車門、車窗位置，這裡的小翅膀，真實的橡膠輪胎可以滾動，2個煙囱。也是可以來回調整 V 字的角度，身體部位也呈現了非常漂亮的倒三角形狀，而且層次感這些裝甲做的都是非常豐富的。裡邊的骨架關節啊，彎腰有2段，後邊這裡還可以延展出來它的背甲，左右歪胸幅度都是不錯的，也有2段關節。轉腰的時候，這個範圍倒是不大，大概45度左右。肩甲上的2根小的造型，根部球形關節可以來回調整。這一塊是獨立活動，而且這一塊也是2層帶有活動的一點點範圍。裡邊這裡標誌性的這個小環狀的結構啊，在裡邊是金色的零件，所以透出來的層次感也是不錯的。肩膀打開，這一塊的肩關節平舉90度沒有問題，整個360度的旋轉，關節的緊實程度很不錯。同時，這個骨架上面還做了前後活動的蝴蝶肩，2頭肌360度旋轉。胳膊肘的這個位置其實是2段關節，第一段只能折到這個位置啊，但是你可以把小臂拉長，解放出來中間的關節之後，2段就可以把胳膊完全的曲起來。而且這條手臂層層包裹之下，讓裝甲一層摞一層，羅列出來很 TFP 式的那種美術畫風，以及這種圓潤的效果。料子的質感是非常棒的，而且表面光滑的這種鏡面處理啊，再加上這些銀色的零件都是用單獨的裝甲一層一層的包上去的，所以大腿的腿型也做得非常的漂亮。圓潤的這種肉感啊，其實人們都在說起源是什麼乙遊大世界啊，你別忘了 TFP 可是最早的腐女番，所以這款柱子啊，從各個方面的角度來看的話，尤其這個翹臀啊，真的圓鼓鼓的，特別漂亮。手腕這裡其實是有2段軸，中間的這一塊黑色的零件還可以往下翻折。
但是這一款唯一不爽的是啥呢？它的手型替換的時候，它不是說整個的拔除下來替換，它需要更換手指。可選的替換手指類型一共5種。侧裙甲這裡根部是雙段的球形關節，可以上下調整角度，所以 TFP 的設定造型裡邊就會有一種擎天柱穿了一個吊帶的丁字褲的味道在裡邊。從縫隙裡邊可以看到骨架內部的一些造型構造。胯部這裡其實還設計了一個下拉的結構，增加活動範圍。你可以直接拽下來啊，也可以根據腰部往後仰一下，就可以把这一塊頂下来。踢腿就可以摆到更大的幅度了，前後的活动阻尼感都是不錯的，侧抬也可以達到90度，大腿平轉，左右有一定的範圍。膝蓋這裡你在組裝的過程中就會發現啊，它是黑色的零件套白色的零件，外邊再包藍色的零件，然後中間用鉚釘這一塊穿過去，所以这一塊拼起来以後啊，環環相扣的組合還很結實。關節這裡使用了3段的連軸，第1段關節折疊就已經可以達到90度了，第2段再往下掰的時候，這裡邊再次屈一個45度，然後再往過折的時候，銀色和藍色的甲繼續爆開，完全折開就可以把縫隙裡邊的金色關節零件暴露出來，一層一層的爆甲真的很漂亮啊。Nice， 腿型方面做的也是对于动畫的還原度非常高了，而且從腿肚子這裡看，後邊一層一層羅列下來的裝甲，這些小的細節點綴，尾燈、雙排輪很重要，而且是橡膠的材質。腳踝活動的時候注意一下，左右的這2片圓形裝甲打開，然後前方這裡的藍色裝甲也可以翹起來一定的幅度啊，它側面有2個尖兒，別崴到了。這個時候你再擺左右接地，幅度就非常的大了。前後活動也有一定的範圍，同時腳尖兒也可以獨立的運作，而且這個腳尖其實也是一個環狀結構，嵌在這塊銀色的零件裡邊。其實，在拼裝的過程中也可以感受到，波魯可現在的一些結構設計還是非常成熟的。它會把一些危險的結構盡量的避免，然後更多的去用一層套一層的這種多層次的包覆，來讓整個的腿部支撐穩定性更加的強。再加上很多環環相扣的鎖定啊，其實很少會出現像風雷模型那種單邊方向的危險軸。這個對於拼裝體驗和整個最後把玩的一個享受程度來說，也是非常不錯的提升。武器方面，標誌性的雙刀有2種握持方式。第一個，把這個蓋子卸下來，小臂這裡裝甲有一個滑槽，把它拉出，打開，我們直接把刀插在手背上，爆甲避刃的效果，這感覺是非常不錯的。第2種方式，把這一塊連接器扣上去，整個的手腕拔下來，通過這個球形關節裝上，記得黑色的零件對應手腕袖子這一塊的黑色。手掌伸出手刀也是 TFP 劇中設定的一大特色，裝上後的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雙槍的造型刻畫也很精緻啊，裡邊的核心專門用了一個藍色的透明零件，稍微對着點光看的話，可以看到裡邊透出來的這種藍色的聚能效果。手臂爆甲雙槍流，哇，看起来非常的帥。新陳舰这回帶了一銀一藍2把，透明的材質，其實這個韌性還是不錯的。造型刻畫的細節也是完全沒有問題，非常的漂亮。增加一個後背的連接器，斜挎一下，通過後背這裡連接，神器到手，背在後背，還挺穩定的，效果拔群。通過替換手握持卡進去啊，抓的還是挺穩的。配合肩膀超棒的活動範圍和手臂的延長關節，輕鬆的駕馭任何舉刀的姿勢。捨棄掉了變形結構之後，這100%的還原度真的是對於 TFP 迷友來說完全無法拒絕的一款存在。所以對於我個人來說，對這款的評價真的非常的高。我個人最喜歡的 TFP 作品裡邊的主角大哥，能讓布魯可把他的各種細節做到這麼的還原動畫片裡邊的樣子，配件還帶的非常豐富，玩法上邊也是很有特色的。做工用料質感方面，布魯可一直是值得信賴的，而且這一回在結構的設計上面又有了很明顯的進步。最後還是要說2個我個人不太滿意的地方啊。第一處，肩甲這一塊雙關節可以拉出，黑色的零件這裡可以活動，這一塊很容易掉下來。然後是肩甲上方的這一塊堵位零件，它裡邊沒有扣點，
是通過滑槽滑上去的。這一塊其實滑进去挺容易掉的。如果你没有肩胛的替换需求，我个人建議是把這個方塊直接的粘死在裡邊。第二處是後背標誌性的2個 V 字形的煙囪，其實它這裡是2段關節的軸，根部這裡的圈是球形關節，可以各種方向的調角度。然後上方的煙囪這裡還可以轉，理論上這個位置設計可以調整各種的角度啊，讓你方便於擺造型。但是來回的扭動，尤其這麼長的桿子，我覺得還是能把它固定下來比較好啊。又或者說像布魯克的恐龍嘴巴一樣，它在中間加一個小卡的檔位啊，有那種咯噔咯噔一尺一尺的鎖定感，現在很容易一碰就晃動開了。除了這2點我個人的吹毛求疵之外，其他方面真的太棒了，非常滿意的一款作品。對於一個拼裝玩具來說，這一款布魯克的 TFP 柱子完成度真的太高了，尤其已經能達到這個素質了。想一想換成其他的品牌，尤其像換成風雷什麼的，那這款的售價估計怎麼也得大幾百塊了。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布魯克傳奇版的 TFP 擎天柱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